样子怪怪的大疆 DJI Flip 无人机，我替大家实景测试了其中最关心的几个问题：暗光环境，好，旅行中常见的大光比的场景，它的画质表现如何？它的自动跟随能不能在复杂环境上追上自行车的速度？能扛多大的风？手机遥控距离能到多远？还有它和 DJI 的 Neo 还有 Mini 4 Pro 怎么选？看完之后呢，您肯定会对它有一个心理价位。咱不开玩笑啊，咱们打在弹幕上看看，觉得多少钱合适？缺点呢和特别要注意的隐患，我放在节目最后。种草还是拔草，您自己决定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毛本。先说结论，它是一个画质能够胜任专业用途的生产力玩具。说它是玩具，是因为它真的像玩具一样使用简单，但是也像玩具一样对自己和家人安全。我放出它的拍摄的原始未调色的素材，拍摄 4K 格式，然后 D-Log-M 文件，直接呢套用官网下载的还原 LUT， 所以呢您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画质。大疆 Flip 是使用和 Action 5 Pro 运动相机一样尺寸的 1.3分之1英寸的成像元件。这个尺寸的成像元件已经被大疆好几个成功的产品验证过，比如像 Action 5，比如像 Air 3S， 它的暗光表现非常出色。Flip 最大的光圈 1.7 的镜头，在它的 D-Log-M 最高感光度是 ISO1600，刚好可以完美的拍摄黄昏夕阳这个一天中最美的时段。使用双原生 ISO 的融合的技术，在动态范围和真正的 4K 解析力也有非常好的表现。黄昏中亮起来的这个灯光不再是一团死白，大光比中的城市黄昏中，每个明亮或者是阴暗的部分都映衬它该有的质感。Flip 的主摄镜头是24毫米，支持3倍的数字变焦。在这期节目里边呢，我是使用 Action 5 Pro 和 Pocket 3配合使用。我觉得 Flip 的目标用户会把运动相机和这台无人机组合起来一起来使用。您看看这3个相机之间，它的画质是否统一？第一印象，它样子确实怪怪的，这是一个创新的设计。展开呢就可以起飞，折叠之后呢，最小的收纳的状态，整个的螺旋桨被包裹在像笼子一样全封闭的保护罩里边，安全。它可以在手掌上贴脸起飞，你把手张开放到无人机下面，它就会优雅的落在你手上。开放桨叶的无人机就绝对不能这么做。它会有让人皮开肉绽的风险啊！我闺女从小就知道，只要一看她爸拿出无人机准备起飞，她就立马跑到她爸身后安全的位置。她不会伤到人，也不会轻易的伤到自己，不会说碰了点什么自己就炸机或者断桨。安全就是这一台无人机的核心，只有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，咱们再聊无人机的使用的快乐，我觉得才有意义。它的机身的重量呢低于249克，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需要拿飞行执照就可以直接起飞。折叠起来呢只有手掌大小，低调。无人机航拍怎么带遥控器一直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。去年我骑车去台湾，最大的一件电子行李居然就是 Mini 4 Pro 的遥控器，板砖一样背了几百公里，使用呢就几十分钟，而且遥控器绝大多数的作用就是起飞之后选择主体自动跟随，你带着它尴尬，但是没它呢又不行。而且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，就是掏出无人机遥控器时那种摆脱不掉的偷感，鬼鬼祟祟等待信号连接上。好消息是，大疆的 Flip 终于可以不使用遥控器，可以直接用手机进行操控飞行。至于手机遥控能够到多远的距离，
有点意外，最远的距离平视距离100米，高度30米。我后边有详细的测试过程，但是呢，这里边有风险，您一定要看完。大疆的 Flip 没有侧向和后向的避障，也没有上面的避障，它配置了呢前边的 3D ToF， 也就是通过发射无线的红外光速，然后测量发射到返回的时间，然后呢得到高精度的空间的位置，还有深度影像3维这些信息。红外光肉眼看不见，但是您如果要关上灯，用手机就可以拍到闪烁工作的红外灯这个发射这个光速。它比传统的视觉避障的优势是在于呢，不依赖肉眼可见光，所以在暗光、大逆光，还有说那种没有纹理的障碍物，比如像大白墙或者说玻璃幕墙也能工作，而且呢可以提供更快速的反应能力。我在不同的场景下测试大疆 Flip 的跟随能力，我发现它并不是简简单单通过主体的形状而跟随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探测主体和环境的空间位置，然后在努力走在主体留下的数字脚印上跟着走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见过机场拉行李的那一长串的那个拖车？也就是说，不管后边第几辆，都保证跟头车一模一样的行走的轨迹。所以我在行走、骑车，还特意穿过这种狭窄的通道，还要在各种障碍物之间变向穿梭。Flip 无人机都能非常顺滑的跟随，随便飞，真的是随便飞。只要我不是刻意为了甩掉它，它都能很顺滑的飞行走位，镜头始终跟踪。它下边呢也有传感器，红外感知相对位置呢，它悬停不漂移，也能呢有视觉感知，能够识别人的这个手掌，然后平稳降落。切记呢，一定不要在没有纹理的表面或者反射率低的地方低空飞行，比如像暗色的水面，它有说安全降落的这种可能性。其实呢，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Flip 飞行安全的问题，只要不作死就不会锁。其实我在测试的时候，有意或无意撞上树枝或者障碍物，要么呢它可以纠正自己的飞行姿态自救成功，要么就是掉在地上五脏六腑的摔出来。装上电池，无人机继续飞。这叫什么？主动避障系统启动。把电池都摔掉了。我这台碰撞霜至少10次以上，甚至我现在连桨叶都没有换过。全封闭保护罩特别实用。大疆 Flip 的智能跟随跟拍，你要是摁动侧面的模式切换按钮，就可以选择跟随、渐远、环绕、冲天、聚焦、螺旋这些自动飞行的模式。拍摄结束之后呢 ，Flip 会自动回到拍摄者身边。同样，你只要张手就可以收机。这过程呢，就像如来佛戏弄掌中的孙悟空一样，整个过程特别丝滑。真的呢，它就是比说你拿自拍杆拔出来装相机拍照再收回去，这过程优雅。如果你想更优雅的话，您可以还试一下语音控制功能，在这个 DJI Fly 这个 App 里边喊一声 Hi Fly。降低，收到。骑车时候呢，双手不离车把，随时通过语音来控制。你看我在骑的过程中的话，环绕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别上树 ，stop， 哎，这就对了。如果呢，未来能够自定义更多的语音控制就好了。出门我可以少带一个人。我忽然有一个不靠谱的想法，就是我在骑车过程中，看它能不能跟住。对吧？我在骑的过程中，看能不能把它放起来。中距离跟随，3、2，发起飞，飞机移动中。不行，哦，这个还真不行，这个飞机移动中是不可以的。它跟之前带智能跟随的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就是说，它可以从超低空角度进行拍摄，因为它有全封闭的桨叶保护罩，所以不像以前的这种无人机智能跟随，一定要从一定高度来跟拍。它现在是可以从低角度，甚至超低角度，甚至是说
离人脸也就是特近的距离来拍摄，反正是非常安全嘛，怼着脸拍都没问题。你可以在 DJI Flight App 里边连接大疆的 Mac 2或者是迷你麦克无线麦克风进行飞行视角的收音，这就像请了一个能够跟随拍摄你的摄影师一样，替你自动完成这些画面拍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运动相机作为主要的收音手段，所以在后期像达芬奇里边做一下环境降噪，效果非常好。正好对比一下啊，看看用 Action 5，同样的光线，同样的视角，当然离得要近了，看看出来的画面啊，我觉得这两个理论上应当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觉得 Flip 的意义在于它的重量只有249克的重量，可以换来更丰富的画面的视角。就像我轻装旅行带着运动相机拍摄，观众不会说全程枯燥的看只有第一人称视角，或者我举着相机拍 vlog。Flip 呢可以让镜头动起来，跟随或者环绕啊，我还用手机操作无人机，让它从指定的位置给我自拍，而且它只有手掌体积大小的玩意儿，性价比真的很划算。我觉得未来去陌生地方旅行，我可能会在包里常年塞着它。谁会阻止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玩具呢？采风超级摄影团2025年加拉帕克斯群岛还有纳米比亚，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过来玩了。大疆 Flip 这个小家伙，它有31分钟的续航的时间，有充足的时间让您进行精确的构图。大疆 Flip 呢，电池管架可以同时支持2块电池同时出，2块电池充满大概是70分钟时间左右，然后这2块电池呢又够飞1个小时，活循环了。飞行速度嘛，我觉得作为超低空无人机，它追自行车、追人、跑动绝对是足够。但是如果你在高度上进行大范围的移动拍摄，您可能会觉得不够快。毕竟它的设计重心就是近距离拍摄。说说所谓的缺点吧，或者说打算入手的朋友一些要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抗风性能。这么说吧，5级风没问题。如果您超过5级风，那你就要注意了，因为它自重只有区的249克，还要带这个浆液保护罩，所以抗风能力确实要比这种像什么 Mini 4 Pro Air 这些开放桨叶的要稍稍差一点，但它的动力还是挺充足的。我扛着一台 Action 5 Pro 也能在风中飞行。您记得 Mini 3当时扛着一个230克的篱笆，大疆 Action 5是149克，我觉得这个起飞的重量是可以了。把运动相机绑在这上面呢，一来看看这个抗风的飞行能力如何，然后它负重的飞行能力如何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看看这个 Action 5和这个 DJI Flip 两个在画质上有多大差别。另外，这台无人机是不支持竖拍云台，如果你要是竖拍的话，只能目前裁切。智能飞行有几个高危的模式，追踪肯定没问题，但是其他有几个比较危险的你要注意。第一危险就是远距离环绕，像10米或20米这个距离环绕。侧飞的时候速度快，但是呢它又没有避障，所以尤其在有坡的地方，咱们对于环境的高度判断会失误，弄不好无人机就上树了。第二危险呢，就是顺着风渐远，尤其在河边、湖边、悬崖边这些好看的地方你拍摄，一定要给自己和无人机留出足够的冗余的空间，别出现这种无人机顶着风回来，结果您够一下还差半步，这手掌够不着死活，这个够不着无人机没法降落情况。这时候呢，手机遥控器就起作用了，您连上遥控器，手机操作返回到手够得着的地方，如来神掌降落。第三个危险呢，就是自动返航。Flip 的自动返航是传统的模式，就是这种上升返回到一定的返回高度，然后回来再下降。高处没有障碍物它反而安全，但是特别要注意，越往高飞风就越大，所以 Flip 也一定别把返航高度设得太高。像我以前一样，无脑设到返航高度100米，你还别说，真的不好说，就被高空的风吹凌乱了。所以我觉得您要根据普通的环境来设定，我觉得40米、30米为好。DJI 的 Flip 和 Neo 或者 Mini 4 Pro 怎么选？说对比 Neo，如果您想
有一个干活的工具，我觉得那就选择画质更好的 Flip， 而且呢，它的这种稳定的云台可以给您更稳定的画面，而且呢，这个全向的云台可以拍摄全景的这个接片的大片，或者说大范围的延时。说如果您在 Mini 4 Pro 和 Flip 之间纠结，那我觉得只有一个条件问自己，就是您是不是以高空拍摄为主，还是说以低空拍摄作为视角补充。Mini 4 Pro 的全向避障可以在无法目视飞行的陌生环境里边进行高空飞行。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必须的这个功能。然后如果您要是30米以下的目视的飞行，我觉得可以放心的交给 Flip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最新出来的新玩具 Flip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边评论里边留言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文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看看它前面能跑多远啊！咱们就直接往前扎了，大概走到了离球场2/3的位置。我再往前推一下啊，看看极限。现在的距离100米肯定是有了，我已经看不到了，已经到球场的另外一端了。信号丢失，与飞机失去连接。哎，它不会丢失之后就不动了吧？不行，只是视频信号有，但是实际上它的飞是不行的。我看看啊，扫描飞机中遥控器，我看能不能扫到啊？哎，捡到了，好的，哎，乖，回来了。行啊，如果我现在关机，反过来，我看用手机能不能把它捡上。信号把遥控器关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捡起手机，重新连接。这就是大疆的逻辑。当你从遥控器上断联的时候，无人机 DJI Flip 它是自动降落，所以你捡着信号之后，千万不要擅自关遥控器。30米什么概念？这是大概3米吧。我看啊，它的无线声线能到多少？已达最大限飞高度，已经到最大声线30米。我觉得拍个楼可能还差不多。